台灣的崛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的主力戰機 F-104 與 F-51已經全面進入服役末期，機體結構老化，航電系統落後，零件供應鏈逐步斷裂，每一次起飛巡邏都更像是在消耗壽命，而不是執行任務。更現實的問題是，替代方案並不存在。想換 F-16 或者退一步引進 F-4，美國說 No， 外國路徑全部受限，甚至连曾經參與評估的 F-20 虎沙最終也沒能進入實質採購階段。裝備補給在收縮，但防禦壓力卻在持續上升。在這種困局下，問題開始變得非常直接。如果装備來源無法穩定，還能依靠什麼來維持戰力？也就是在這個階段，一個完全不同的路徑被迫啟動，不是替換裝備，而是嘗試自己設計裝備。從天空防空導彈系統到沱江級導彈艦，再到最後海鯤級下水，一條清晰的武器研制路徑開始浮現。而這一切真正的起點，就是那一架極具爭議的戰機經國號。1982年，自主防禦型戰機的研發專案正式啟動，這聽起來是一個振奮人心的起點，但在當時的現實條件下，這是一項從零開始、面臨巨大困難的龐大工程。造一架新的戰機需要什麼？需要海量的風洞測試數據來驗證空氣動力學，你需要成熟的航電系統整合經驗，而當時的台灣工業基礎相當有限，這些東西幾乎是一片空白。但這還不是最難的，造戰機最致命的一道難關在於能不能拿到最核心的動力來源——航空發動機。當時美國在技術合作上雖然開了一定程度的綠燈，但在關鍵系統上，美方畫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邊界。台灣想要推力強大的正規軍用引擎，答案是拒絕。在多方交涉後，最終美方提供並允許使用的是一款推力偏低、技術偏向过渡性質的引擎方案，這具代號 TFE1042 的發動機，它的前身其實是一款用在商務客機上的民用渦輪扇引擎。工程師硬是在它後面加上了後燃器，才勉強把它改成了軍用規格。拿不到高推力引擎，這直接帶來一個殘酷的現實：動力不足。如果按照原本輕型戰機的設計，只裝一具這種由商規改良的低推力引擎，那造出來的飛機根本飛不快，不僅推重比難看，也掛不了幾枚防空飛彈。在分秒必爭的攔截任務中，這種性能絕對會當場吃癟。面对這種處處被針對的限制，工程團隊沒有任何抱怨。在推力無法提升的先天缺陷下，他們做出了一個限制條件下的最優方案。既然单發推力不夠，那我們就採用雙發动機布局，把单發改成雙發。這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決定，它直接帶來了兩個互相矛盾的結果。首先是正面的戰術收益，雙发布局硬生生湊足了戰機升空所需的總推力，讓戰機獲得了相當優異的爬升率。同時，它大幅提高了系統的安全冗餘。对於必須頻繁在海上執行巡邏任務的飛行員來說，萬一在空中有一具引擎吸入鳥類或者是發生機械故障，雙发戰機依然能靠着剩下一具引擎的動力安全返航，這在務實上保住了很多飛行員的命。但另一方面，這個工程折中方案也帶來了無可挽回的副作用。在一架輕型戰機的嬌小機體裡硬塞進兩具引擎，意味着你需要2套进气道、2套排氣管以及雙倍的附屬管線，這不可避免地嚴重壓縮了機身內部的空間。戰機的肚子裡塞滿了動力系統，能用來裝航空燃油的內部油箱容積自然就被大幅削減，燃油攜帶效率的降低直接決定了這架戰機的宿命。這就是為什麼後來這架飛機總是被外界調侃航程太短。它早從設計定案的那一刻起，就注定無法成為那種可以掛滿炸彈，在防空識別區外進行長時間制空巡邏的多用途大型戰機。受限於机體空間與燃油量，它的任務定位被鎖定為一款標準的防空解析機，這也是它最開始代號 IDF 的由來。IDF 的全名是 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 翻譯過來就是自制防禦戰機。什麼叫防空解析機？就是當雷達發現不明目標靠近時，它不需要飛得很遠，但它必須要在接收命令的最短時間內，依靠双引擎帶來的加速能力，在跑道上緊急起飛，迅速爬升到指定高度，打出机翼下的防空飞彈，完成攔截後立刻掉頭返航。回顧研發初期的這一連串決定，它從來都不是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它是工程團隊在面對外部封鎖與技術短板時，用盡手邊僅有的資源，東拼西湊，相互妥協出來的生存機器。然而，紙上的工程圖畫畫得再好，戰機終究是要進行試機試飛的。在這條沒有任何前人經驗可以參考的研發道路上，等待着測試團隊的不僅是網絡與媒體的輿論壓力，更是一場用血肉之軀去換取關鍵數據的極限挑戰。
戰機圖紙畫得再漂亮，終究得拉到天上飛一圈才知道斤兩。原型機出廠進入測試初期後，整個專案迎來了最痛苦的陣痛期。一架從零開始研發的戰機，測試階段注定不可能一帆風順。飛機軟體延遲，結構強度需要微調，起落架收放異常，各種系統頻繁亮起紅燈。在航空工程裡，試飛抓 bug 是必經之路，但當時的社會氛圍可不管這些理性的工程邏輯。媒體看到測試進度延宕，開始用帶有情緒色彩的字眼調侃這架戰機根本無法正常飛行，甚至把它當成笑話，甚至給這架戰機取了一個非常惡毒的綽號，專案代號叫 IDF， 我們就故意把它戲稱作 I don't fly， 我不會飛，把它当成一個花大錢搞出來的笑話。外頭被嘲諷，裡面又要頂着技術封鎖，天天加班搞突破，研發團隊的心理壓力到了難以想象的頂點。但空防缺口不等人，试飞絕不能停。时間来到1991年7月12日，這是整個專案最沉重也最關鍵的分水嶺。當天，一架原型機正在外海上空執行高難度的低空高速試飛，戰機不斷加速，逼近危險的跨音速狀態。航空學裡最致命的現象，氣動顫震。當飛機逼近音速，機身表面會產生不規則震波，如果氣流的振動頻率剛好跟機體結構的自然頻率對上，就會引發可怕的諧震。這可不是普通的機身抖動，而是金屬內部的應力瞬間被瘋狂放大，幾秒鐘內就能把堅固的航空鋁合金生生撕裂。這就是新機試飛的鬼門關。很不幸，這架原型機在接近跨音速瞬間遭遇了嚴重的顫震，龐大的氣動應力集中在機尾，右側水平尾翼當場斷裂，高速下失去尾翼，戰機瞬間失去平衡，陷入不可控的翻滾與急速下墜。面對這種險境，按準則，試飛官請尼可拉·坦舍拉環保命，但他沒有馬上跳傘。在戰機瘋狂下墜的過程中，他拼盡全力試圖穩住姿態。更重要的是，他利用這最後幾秒的下墜時間，讓機上的感測器持續向地面遙測中心回傳機體應力與氣動數據。戰機高度快速流失，數據一路狂傳，直到逼近最低安全高度底線，飛行員才終於啟動彈射。但因為下墜速度太快，姿態過度傾斜，降落傘來不及完全打開，這名試飛員最終不幸殉職。這不僅僅是一場悲劇，這名試飛員用生命換來的那幾十秒，成功把完整的顫震數據一點不漏地傳回了地面站。請記住這個名字，五克鎮，向英雄致敬。在航空工業裡，沒有數據就等於瞎子摸象，這些帶着血淚的數據成了工程團隊突破瓶頸的唯一鑰匙。有了確切的物理參數，工程師立馬抓出顫震源頭，他們重新優化尾翼結構，調整複合材料配置，並修改局部氣動外形，從根本上排除了跨音速顫震的風險。跨過這道生死難關，戰機設計終於步入成熟，順利敲開量產大門。他用試飛員的犧牲和工程師的死磕，硬是把台灣航空工業從泥潭裡拉了出來。而在他逐步形成戰鬥力的同時，整個亞太的空中力量結構也開始發生一場意想不到的微妙變化。這架被逼出來的戰機到底是怎麼在不知不覺中重新撬開了外部採購的封鎖大門的？隨着這架戰機逐步跨過試飛難關，正式步入量產並形成戰鬥力，台灣的空中武力結構開始發生一場非常微妙的变化。大家回想一下，我們在開頭提到的絕望處境，過去那扇被死死焊上的外购大門，突然之間毫無徵兆地打開了。原本怎麼求都買不到的新一代先進戰機，現在外面的軍火商竟然開始鬆口，願意把手裡的好東西拿出來賣了。很多網絡上的軍迷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的軍方高層游說，終於有了突破。但在國際軍工博弈中，當一個地區連一顆螺絲釘都造不出來，完全沒有研发能力的時候，外部供應商對你的策略就是絕對封鎖，因為他們知道你別無選擇，死死卡住裝備就能把握平衡。但是當靠着自己的力量砸出一条航空生產線，並且真的把一架具備實戰能力的防空截擊機送上天時，遊戲規則就徹底變了。這個時候，外部供應商的策略會瞬間做全面封鎖，精準地轉向控制性攻擊。這背後的算盤打得非常響，既然封鎖已經擋不住獲得戰機了，如果繼續卡住，只會逼得台灣的產業越做越大，最終徹底實現100%的自主可控。一旦台灣自己了，他們不僅賺不到大筆的美元，還會徹底失去對空防體系的控制權。所以最高明的做法是什麼？就是立刻開放外銷，賣給你性能更好、航程更遠，但後續維修和飛彈軟體依然掌握在他們手裡的先進戰機，用這種有限度的供给來重新拿回主導權，並且巧妙地壓縮本土戰機的生存與量產空間。在這種算計下，外國戰機與本土機型
開始在防空網裡形成一種並行運作的結構，這也直接導致這架戰機原本預定的龐大生產數量最後被大幅砍半。隨着外部採購大門重新打開，防空網裡出現了其他更先進的外國戰機，這架自研戰機原本預定的龐大生產數量最後被大幅砍半。看到生產線被縮編，當時一定會有酸民跳出來講風涼話。既然最後還是花大錢買了外面的先進戰機，那當初投入海量資源甚至犧牲试飞员搞出來的自研專案是不是白忙一場？大家要知道，造飛机最寶貴的資產不是廠房裡的機床，而是那些經歷過實戰實作的工程團隊。過去在搞研發初期，台灣的工程師完全是在瞎子摸象，但經歷了跨因素摻雜的生死離別，經歷了双发引擎管線的艱难整合，這批硬生生把飛機送上天的团隊徹底蛻變了。他們積累了龐大的第一手測試數據、氣動力學參數，以及最難搞的飛控軟體編寫經驗。這批人直接成台灣工業的種子教官，有了這次從無到有的痛苦經驗，整個研發的設計理念發生了一次徹底的進化，也就是從零開始走向了模組化繼承。什麼叫模組化繼承？看看後來台灣自主研發的新一代高級教練機，你就會完全明白。新一代教練機的氣动外形，甚至是引擎的底層架構，完全是從當年那架戰機身上直接繼承過來的。因為前面已經有試飛官用生命踩過坑，驗證過了極限在哪裡，後來的工程師就不需要再去賭命。除了設計上的繼承，最關鍵的是後勤供應鏈的本土化轉型。過去買外面的二手飛機，只要換了一個特種電圈，全得發公文求別人賣，零件補給線隨時有被切斷的風險。但是通過这次自研戰機專案，台灣建立起了一整套合格的航空零組件測試與生產標準，從機身蒙皮、複合材料的加工，到內部電子管線的軍規級製造，整個維護體系逐步走向了完全的標準化。這讓台灣在部分關鍵零組件上真正實現了自主可控，不再需要為了一個停產零件讓整架戰機趴在機棚裡長灰塵。這就是為什麼在服役幾十年後，這批自研戰機依然能維持相當高的妥善率，執行在第一線執行高強度的任務。所以既然是這個專案的最終價值，早就超越了單一機型紙面數據的強弱對比，它代表了台灣成功走通了從被動接收到自主建立體系的完整閉環。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這架從 I don't fly 的嘲諷聲中硬生生飛上天的自制戰機，回顧整個研發專案，這架飛機從來都不是一款去追求極限速度或者龐大載量那樣的夢幻神機，它誕生在無路可退的限制之中，也成長在處處妥協的限制之中。別人不給高推力引擎，研發團隊就只能硬着頭皮改雙閥，機體空間不夠，就只能縮減內部油箱容積。它身上的每一個設計，甚至连 IDF 代號裡的防禦2個字，全都是向現實低頭的褶中。但正是這些充滿血淚的妥協，換來了戰略上的絕對逆轉。在國際防務的博弈牌桌上，別人不賣你東西，是因為吃定了你造不出來。但當你真正靠着東拼西湊的資源，甚至犧牲了優秀的試飛員，硬是砸出了一條航空工業生產線，並且把一架具備實戰能力的防空截擊機送上天時，台灣的武器路線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單純依賴別人的武器，開啟了自主研發路線。除此之外，這個專案留給台灣的是一整套自主研制的寶貴財富。從在無法依賴外部完整供應體系，隨時面臨斷供的絕境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撐起空防底線，成品永遠不可能完美，但它確確實實在最艱難的歲月裡穩穩停在那裡，而這正是他最驕傲也最無可替代的位置。好了，關於建國號的故事今天就到這裡。結尾我們不做討論，請在留言區留下向偉大的英雄吳克鎮致敬。別忘了按讚訂閱，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